你痛快了，你报仇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会有报应的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不是都说好了不再找于飞他们吗？怎么又这么激动呢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停车。小林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去医院看看你弟弟。妈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。妈，这是怎么了？小薇，我能不能分尸就看你的了，你千万要给我撑着。妈，你喝杯茶吧。要不是我们两个忘了带票，回来的及时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何凡，还是你去吧，我妈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但你们两个在家，我同样不放心。谁知道叶夫人什么时候会再过来？小飞，妈头疼，你去给妈买点止疼药吧。我去吧。还是让小飞去吧，他知道我是哪个牌子的。你刚才不是也说，万一再有人来闹事，我们母女俩也挡不住吗？我妈说的有道理，还是我去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何凡，能陪我出去透透气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何凡，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，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爱小飞的，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在小飞身边护着他。伯母，你答应我，我把小飞托付给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这下我就安心多了。我希望小飞能在你的陪伴下，远离所有的灾难。伯母，你刚才刻意支开于飞，然后又那么慎重地叮嘱我，我可以感觉到有些话你还没说完。你知道有一种鸟叫杜鹃吗？这种鸟从来不自己筑巢孵蛋，而是到处找和自己蛋接近的鸟巢，然后等待时机。等到母鸟飞走了，它就借巢下蛋。你是说，奇怪，两个人怎么都不在家？去哪儿了？于飞啊！爷爷。于飞啊，当初说好的，只要你是平涛的孩子，我就给你补偿。收下。爷爷，我当初答应验 DNA 是为了维护我妈的尊严，
现在事情已经证明了，这就足够了。这笔钱我是不会要的。叶飞啊，爷爷绝没有想拿钱来屈辱你的意思啊，爷爷更不想用钱来断绝你们父子俩的关系。我只是希望多少补偿一下你们这么多年来亲情上的缺憾吧。爷爷，我和我妈还有我舅舅，我们3个人生活得很幸福，也很快乐，在亲情上我并没有缺憾。爷爷，您还是把钱拿回去吧。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再见到爷爷的话，依然可以像现在这样，面带微笑、理直气壮地叫您一声爷爷。哎呦，你这孩子真让我佩服啊！你怎么就没让穷困磨掉你这身傲气呢？啊？更不可置信的，你会是平涛的孩子。哎，我听说你跟张克凡在一起了。爷爷，我就知道您会问这个问题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破坏叶灵和贺凡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从他们解除婚约之后才开始的。可你该知道啊，你接受了这份情感，会让多少人对你产生误解吗？说实话，我拒绝过，但是他对我的付出让我很感动。爷爷，你愿意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一个关于12岁的男孩和一个9岁的小女孩，他们2个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。伯伯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于飞？你这样对她太不公平了。你知道她有多爱你吗？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如果你知道，你不会这么残忍的对她。伯母，就算是亲情，就算是无怨无悔的付出，也经不起这样残酷的折磨。我知道我错，我错的不可饶恕。我现在不求别的，我只求给小飞补偿。何凡，曼平已经知道了一切，以他的个性，这件事肯定会爆发的。我担心小飞知道了会受不了，所以，我求你，你一定在小飞身边守着他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的。但我还是会试着跟叶夫人谈，希望能够劝得住她。要真的不行，我会带雨飞走啊，带她一个人走，离开你们所有人。听了于飞的故事，我倒挺受感动。他们之间，我倒是觉得，好像老天爷的安排吧。小林呐，你也得学，该放下的就得放下了。缘分这个东西是勉强不来的，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也是一样啊。爸，爷爷，爸，爷爷，喝点水吧。啊，我给你拿药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呦，我自己的身子我清楚，吃什么药也没用。爸，最近一段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把我搞得心力交瘁了。哎呀，我想我也撑不了几年了。爷爷，您别这么说，不会的。小林呐，
我这辈子啊，最欣慰的事儿，就是有你这个孙女儿，还有你在我身边。你弟弟能不能清醒，还是个未知数呢。所以啊，你妈妈还有这个家，就只有交给你了。万一爷爷撑不到最后，你可得好好照顾他。爷爷，我会的，我一定会扛起这个家，我不会再任性了。爸这个样子，要再让他知道，原来小林不是他的亲孙女儿，他一定受不了这个打击。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妈，什么事啊？喝点牛奶吧，晚上都没怎么吃东西。放那儿吧，我没什么胃口。妈，你是不是病了？啊，我没事，你不用管我。妈，你最近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对我啊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不高兴了？你跟我说，我改。我们向来都是无话不说的。妈，你这样我真的很担心。我没什么，妈只是在担心你爷爷和你弟弟的事儿。把牛奶给我，我喝就是了。小心烫。小林，你就那么恨于飞吗？妈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妈只是觉得你爷爷说的话有道理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应该通通的放下。你还有大好的人生呢，啊！自从我那场婚礼毁了以后，我的人生就结束了。小林，妈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只要于飞和贺帆在一起一天，我就不会放下对于飞的仇恨，到死都不会原谅他。我同意小林的话，不需要原谅，就像我也不可能原谅他们一样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不是让你睡客房吗？我没衣服换了，我进来拿些衣服。还好啊，我还有小林跟小伟这对儿女，要不然别说客房了，恐怕早就已经沦落街头了。小林啊，你放心，爸这辈子呢，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不会把于飞当女儿看的啊！混蛋！曼萍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你？从头到尾，我都没有听过你反省过半句，只知道一味的指责于飞。你以为他很在乎当你的女儿？我告诉你，他不稀罕，他现在只在乎他的母亲于月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有需要为了这事儿发这么大的脾气吗？我看见你就来气，这样行了吗？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我想一个人好好静静。爸，我们走吧，让妈一个人静一静。出去！小玲啊，你妈这怎么了？居然会帮于飞打抱不平。
所以我就告诉爷爷我和你之间的事情。虽然他没有说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他并没有误解我们。心里的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。既然落地了，怎么还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还不是因为我吗？自从上次叶琳她妈妈来闹过以后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了，她就是坚持不肯搬家，甚至还说让我跟你先离开。那怎么可以嘛？我怎么放心让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呢？贺凡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劝她，她也不听我的。你凡事总是把你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。那当然啦，她可是我妈，是生我养我的人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跟我舅舅一样在吃我妈的醋啊？啊？嗯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吃醋，再加上羡慕你妈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去前面巷口那家饼店买几个饼回去吧。我妈最爱吃他们家的饼了。嗯，好。走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没有钱买的房子，不行吗？好啊，要告你就去告，就算你告到死，我也没有钱。这些人，等到我翻身，一定给你们好看。恭喜啊，下一任基金会秘书。还不一定呢，至少等到夏玉阳离职了才行。他把这次事情弄这么难看，卷铺盖走人啊，是迟早的事情。你说，曼萍会来吗？我没把握，但我已经把时间跟地点都告诉他了。叶夫人，请坐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叶夫人，伯母已经把这件事情都告诉我了。坦白说，我也很难谅解这种行为，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伤害降到最低。说的容易，那要怎么做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是想让我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曼萍，别叫我。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每次我看到小林，我就会想到她是你愉悦的孩子，而我的女儿却因为她吃尽苦头。可是我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讨厌她，毕竟我疼她养她了20多年，每天我就在这种狠不下又疼不了的情绪里反反复复的折磨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能够体谅你的心情。我对小飞也是如此，这种心情，这种痛苦纠结伴随了我20多年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一样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把真相告诉于飞，我要让她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必须要让我的亲生女儿回到我的身边，我要好好的补偿她这20多年来所失去的一切。那叶玲呢？您打算怎么处置？我会瞒着，毕竟她是无辜的。照您的说法，你是想把于飞接回家，但不让叶玲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让这一对原本就有心结的姐妹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。伯母，你这样做，恐怕不是事情的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的灾难的开始。那
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弥补？如果你真的要弥补于飞，就不要告诉她实话。毕竟谁能够承受这样的事实？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，原来那么自私恐怖，而曾经恶言相对、动手伤她的人，竟然是她亲生母亲。伯母，你想想，她能开得了口叫你一声妈妈？而万一这件事情真的揭发开来，叶玲不说，那杨董事长呢？他老人家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吗？说了，肯定两败俱伤；不说，至少大家可以恢复到以前原本平静的生活。伯母，您当了20几年的母亲，为了孩子，那种可以忍耐、牺牲、委曲求全，甚至无怨无悔的心情，我相信你比谁都能够了解。所以，请你务必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，就用这种方法来弥补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曼平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，你怎么对我都行，但是咱们之间的恩怨，不要让孩子再来承担了。可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却不能认她，让我就这么丢下她，这不是让我比死还难受？伯母，您不会丢下她的。即便我们搬离了这里，我一定会定时告诉你于飞的近况。我相信，只要有心，就一定不会断了线。伯母，我说的话，请你务必也慎重考虑。走吧。小伟来了。小伟，你一定要加油！我跟你爸爸还有爷爷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的啊！小伟，你一定要有信心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加油！他们在那儿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今天是小伟开刀的日子，我们希望给他一点鼓励。请你们离开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小林，多一份力量，多一份祝福。妈，听你妈妈的。于飞他们来也是一番好意嘛，毕竟他们相识一场。能让我跟小伟说句话吗？可以，来。小伟，我和你贺凡哥来为你加油了。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坚持到最后的人是绝对不会输的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一定要加油。谢谢你们。时间差不多，该进去了。好。最后，我还是依了他们的意见，决定把身世的秘密永远埋在心里。
小伟，这辈子你大概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，你的亲姐姐不是叶玲，而是于飞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坚持我来这一趟，但是真的谢谢你，让我没有错过这个时候。希望小伟可以早日康复。也希望所有的风风雨雨能够到此结束。小伟现在大量出血，血库的血不够用了。你们谁是 AB 型的？我是 O 型。我也是。麻烦你们赶快跟我过来。哦，下意识陈博士，请你赶紧进去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手术怎么样啊？手术很成功，病患脑子里的血块总算清除了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看小伟啊？董事长，这是个大手术，恢复时间要长一点，至少要8个小时以后。8个小时。我看大家都累了，不如这样吧，爸妈，你们先陪爷爷回去，我在这里等着，等小伟可以会客的时候，我再通知你们。是啊，小林说的有道理，爸，我先陪您回去休息啊，您身体也要紧啊。好，那陈博士啊，就拜托你了。别客气，我们会照顾好他的。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董事长慢走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忙完手术。你说我要的东西拿到了？在这里。小杨，真的非常谢谢你，你真的帮我一个很大的忙，谢谢。检验报告怎么会有2份呢？叶夫人这阵子来做了很多次的 DNA 鉴定，这是最后一次的。当时她验了2份检体。2份？那实验他先生还有谁呢？只有他本人的，没有他先生的。他本人？对啊，他本人。至于检验者是谁呢？因为叶夫人没有说，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。那打听得到吗？我一直以为叶夫人会有这样奇怪的举动，是因为她不甘心她丈夫做的亲子鉴定报告，但没想到她是为了她自己。这没道理啊！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伟现在大量出血，血库的血不够用了。你们谁是 AB 型的？我是 O 型。我也是。麻烦你们赶快跟我过来。哦，快！果然有问题。叶平头是 O 型，杨曼平是 AB 型。一般人可能不清楚，但是我们学医的都知道 ，AB 型和 O 型的夫妻生不出 O 型的孩子。到底有谁会被叶夫人怀疑是她自己的孩子？难道是？看来老天爷还是站在我这边，送我一贴起死回生的药给我。谢谢你对小伟的关心，手术已经顺利完成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小伟可以会客了。还不行，必须要等到明天才可以。那我明天再过来吧。叶琳，干嘛？我只希望你知道，我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，尤其在小伟住院的这期间，发生那么多的事，是你对我的安慰和支持，才让我有勇气走到现在。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我对你只有感情没有感情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你放心，我们杨家是不会亏待你的。爷爷说了，他会给你一大笔钱，还会推荐你去其他的地方发展。我是不会离开的，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我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？我只是要提醒你，你不觉得你妈最近怪怪的吗？特别是对你，跟以前不太一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夏雨阳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份报告上连名字都没有，你让我相信什么？要证明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，那并不难，只要拿你跟你母亲的检验报告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说这些鬼话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只不过是因为你害怕你会失去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所以你才编造这些谎言的。叶琳，我够了！你真是太可笑了！竟然说我和于飞是调换身份的，这么荒唐的事情，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字的。有人告诉我，你母亲拿了2个人头发去验，一份是婴儿鞋上，一份是梳子上。能够拿到梳子，那就代表你母亲跟这个人紧密生活在一起。而这个人是谁？我相信答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。
我这个当母亲的人，能为女儿做的，也只有这些了。曼平，曼平啊，快吃饭了，还出去啊？你要有空，就多关心关心小玲吧。啊？我最近因为小伟的关系，无心顾及其他。小玲是你的女儿，你这个当爸的，理应多关心她。我会的。哎，曼平。 没头没脑的丢这句话。小玲是我的女儿，难道不是你的女儿吗？喂，贺凡，我现在就出门了，一切就麻烦你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不是伯母的车吗？开这么急，是要去哪儿？要不要跟上去看看？妈，你都收拾这么长时间了，应该累了吧？坐下歇会儿吧。行，就这肩膀特别酸，这儿，哎呀。那你赶紧坐下，我帮你捶捶。你赶紧。歇这儿啊。妈，剩下的东西你就甭管了，我来收拾吧。好点了吗？哎。伯母，于飞。哎。贺凡，你来啦。伯母，我看你们都累坏了，干脆今天就别煮饭了，我跟宇飞买点吃的回来吧。你们出去吃吧，我不饿，我就在家休息了啊。嗯。那要不然这样，妈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打包回来给你。嗯，走吧。去吧。那我们走了啊。伯母早点休息吧。好。哎呀。贺凡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总是看见我妈偷偷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，我真担心她会不会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怕我知道啊。在这附近做10-20年，突然要搬到那么远的地方，谁最舍不得？更何况是他老人家。没事的，别想太多。或许吧，唉，希望是我想太多了。这附近有很多很棒的餐馆，咱看想吃什么？都可以啊，看一下。中餐、西餐、小笼包。汤姆熊哎！怎么这么巧啊，在这碰见你们？我们刚好出来吃饭。贺凡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于飞，我想问问伯母。小伟客完到这儿的情形啊，小伟他很好，在观察室里面，他有睁开过眼睛。不如这样，我们找家餐厅，边吃边聊吧。不用了，
于飞，等搬离这里之后，想要知道小伟的情形就不容易了，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。你不是也很关心小伟的吗？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餐厅，他们的鹅肝酱、松露都是法国进口的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对不起，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吃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跟他聊小伟的事情，回去再告诉我。于飞，别这样。我们在附近随便找个餐厅，我请客吧。啊？好好，听你们的，听你们的。那我们走吧。没事，吃个饭而已。好吧，吃完你就回去。伤痕累累，两个人，命运捉弄的缘分，有多少也篇章被你捆绑，怎样出卖情分？还好我们才懂，还好不算迟钝，伤过的疼越发残忍，还有幸福在等。还好我们回头，还好爱情发生，脆弱的门推开就成两分。同样的伤痕，沿世界转眼神，结局如何分争？你待我沉沦。还好我们才懂，还好不算迟钝，伤过的疼越发残忍，还有幸福在等。还好我们回头，还好爱情发生，脆弱的门推开就成两个人的一生。还好我们回头，还好爱情发生，一双眼神，忘记一生浮沉。